好，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再一次的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真的是非常高兴，就是每一次能够和你们见面的时候，又有新的话题展开。那这一次呢，我想说就是我们聊一聊，因为知道你们夫妇二人在这个夫妻关系这种相处之道方面呢，真的有很多的学习。特别是我听雪伦师母讲还在这方面有一些系列的课程，能够带这一些夫妻，甚至是教会的同工让他们能够在家庭生活中能够把这个关系处理好。那不光是处理好我们夫妻二人的关系，更重要的呢，我们是处理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节目也讲到，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如果你跟自己的先生关系不好，那就是说我们的关系没有建立好，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好的话呢，那这个关系就大了，在我们的生活中就会有好多的问题出现了所以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就想从夫妻之间的关系开始谈。其实真的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可以这么讲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实际是跟我们的信仰息息相关的。很多人觉得信仰是束之高阁的，是这种阳春白雪然后我们这个俗人就只能是一天围着锅台转或者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等等。但实际上生活并不是这样，正好相反，我们的生活这一切的琐事其实都是建基于跟神的关系当中。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呢，我们家庭的自然关系就开始调整，而且会越来越棒。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疏远呢，其实就看到我们的家庭里面矛盾重生，然后也看到这些矛盾这一些这个征战呢，全都会向我们袭来所以呢，真的希望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雪伦师母还有宋恩牧师，你们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好吗？下面请雪伦师母，您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您对这个节目的看法，好不好？好，我们这个系列的目的非常重要，要去探讨我们关系要怎么样子来经营保养，要怎么样修复和好。那我们在夫妻关系之间有什么样实际的例证？我们经过什么样的挣扎？我们怎么面对？那就像刚刚凯传讲的，信仰的实践是在关系当中的。那我们的神重视关系，我们也应当重视关系。但是重视关系这个，说来很简单，对不对？其实有很多的需要跟自己的私心或是罪恶，或是原生家庭造成的影响去摔跤纠结去慢慢的成熟挣扎过的那个需要花心力去努力的。我们要去面对自己的软弱，要去承认这个有挣扎是我觉得在面对关系的第一个需要的态度，就是我软弱，我需要帮助，我真的尤其是咱们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嘛有时候圣经对不对有时候就这该知道都知道啦那为什么做不到呢这中间到底卡在哪里呢？那怎么样才可以把我们学到的脑里的知识转化成我们真的可以去享受的生命所以这个是这个系列要去透过夫妻之间，透过神来帮助我们去凝聚这个核心的这个三角形，让我们的夫妻关系稳固的过程所以我们透过这几个部分如何去恢复和好，如何去保养跟经营，然后我们怎么样实践跟运用的实际例子来介绍一整个系列真棒听起来是很有这个吸引力的，而且呢是很实用的。那其实我们常常刚才也讲到了，就是常常觉得呢，我们的夫妻生活之间的关系跟神的关系好像差得很远神怎么能联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呢？
虽然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特别像以弗所书各类的这个经卷书都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啦，那个妻子怎么样的顺服丈夫丈夫怎么样的爱自己的妻子为妻子舍命等等但是我们个人呢都是各取自己的所需拿出来当一个挡箭牌来跟对方讲这个道理那牧师所以牧师，你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在你讲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圣经是高高在上的呢，还是说你可以把它运用到你和雪伦师母的这样的生活当中呢？就是二人世界的生活中呢？好，谢谢。对，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其实刚刚Sharon稍微有提到，不是只是来跟大家教一道道理，其实他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也是帮助我们从温故而知新，重新再去面对，看到我们自己到底做了多少，我们这些讲的是不是我们自己也能够实践在我们身里面，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反思，一个提醒，以至于我们不会只是这个不是单单的我就是传道而不行道了，不只是听到，我是只是在想到而不行道，那就不行了。所以我刚刚回到刚刚凯传这个问题，就是圣经所教导的绝对不是高高在上，是不食人间烟火。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要把这个上帝的真理带进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的生活里面是的确可以去经历以及实践的。我也相信这就是圣经所说那个福音的大能。我们常常说传福音，那我们自己知不知道什么是福音？不是只是头脑知道，而是你的心、你的身体都能够经历到、感受到这个大能正在我跟神的之间，还有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在做工，在改变，在帮助我怎么样的去 improve 进步改善跟神跟人的关系。那我们教会最近从马太福音开始讲，那我们刚讲完这个刚才讲到5到7章登山宝训，我自己在准备这讲道的时候，我就眼睛好像大开，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就是原来耶稣在讲8福的时候，那8福里面充满的就是关系，特别是从第4福到第7福，他说这个连续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必蒙连续。饥渴慕代表我们对神的那个渴慕嘛，那连续人是对人的那再下来就清心的人有福了，对，因为他必得见神；还有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又是讲到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不断的交错，我就发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刚凯传用到以弗所说要爱，这个是讲到的时候好像是命令，但这边都是一个邀请，你要不要成为一个饥渴慕的人？你要不要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你这样就有福了。我就发现上帝也不只是用命令我们要去经营好关系，他也用一个邀请说，你成为这样的人，你就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觉得这再让我去更加深看到上帝的心意真的是愿意我们能够与他以及与人有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承受祝福，而不是在关系当中千疮百孔上帝祝福要给你都留不住，都流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式思考说，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渴慕追求神祝福的人？如果我们渴慕追求神祝福的人，我们一定不能忽略关系，不能忽略与神的关系，也不能忽略与人的关系，这个两者是息息相关的。刚才凯传也有提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了，就会去影响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改善。同样的倒过来看，我们去检视我们与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指示灯，我们到底与神的关系如何？也许不如你想象的觉得对神很追求一定很好，可是看看你的生活，看看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同事，还有跟你的弟兄姐妹的相处，你们的关系其实也反映出你到底你真正的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圣经的道理绝对是道成肉身，是可以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经历，而且也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人生当中去经历、去承受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求你用我做你的